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向何处去第18课。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题目是香港问题。那我们知道，香港曾经是世界上令人艳羡的东方明珠、亚洲四小龙之一，是世界最自由的自由港。那我在中国国内被抓的时候，有麻烦的时候，经常能够得到香港的声援。2013年、14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也亲历了香港的很多抗争。在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想象到2020年之后的香港。那么今天的香港，它的自由、法治、公民社会，可以说被基本摧毁，那越来越走向大陆化的道路。那香港它曾经有成熟的公民社会，有开放的市场，良好的市民教育，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结社的自由，有独立的司法体系，这些都令人自豪。那么它的这种自由，它的这种就是感染力，也恰恰是中共要扼杀香港的根本原因。我这里边有一个帖子说到，从清末开始，香港就有着革命基地和颠覆基地的传统。那革命和颠覆是打引号的。香港这个看似弹丸之地的小城市，每次中国有大事发生，必有香港这个小孩插手其中。清末革命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亦如是。坦白说，假如过去100多年没有香港这块弹丸之地，中国近代史可能要改写。因为我们知道，近30年来，香港对中国民主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无论是1989年的民主运动，后来的烛光晚会，以及对中国维权的各种各样的声援等等。那我们今天有幸请到了安娜阔和Ivan Chang 和我们分享他们在香港的民主斗争经验，以及对香港问题的思考。Ivan Chang 可能要晚一点加入我们。那欢迎安娜。你好，你好。对，就请你先讲一下你这些问题的看法，然后我们和李安友教授一起有一些讨论。谢谢。好，那我现在可以开始说一下。大家好，我叫做郭凤仪。那我在2019年的时候呢，是有参与去举办一些不同类型的香港的运动的一些 program 那样子。然后现在我也是在美国的一个香港的组织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 里面担任一个叫做执行总监的角色。而今天呢，我就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看来香港的一个民主路程，当刻的挑战，还有一些我们对未来的想象。也希望今天可以跟滕彪老师，还有跟李教授可以再讨论一下我们各自怎样看这个问题。那我现在先开始说一下一个我觉得大家都应该非常熟悉的一个香港的历史背景。就是我认为香港在这么多年以来呢，在历史上一直是叫做一个国际谈判上面的一个笼中鸟。那我为什么用笼中鸟这个字呢？就是在我的想象里面我就会想起可能以前看到一些历史书里面呢，你总会看到一些不同帝国的君王，他们在跟不同国家去建交的时候，总是会带很多不同的瑰宝宝藏去跟国王建交。而我觉得香港人还有香港这个社会呢，一直也是像这样的一个笼中鸟的模样，就是像一个瑰宝的模样，去来奉献给不同的国家，去为他们建交。而香港人还有香港社会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呢，其实从来是没有被得到认同，还有没有被得到咨询，就是失去了一个人民自己的自治权。那我们看一下历史背景呢，首先就有鸦片战争里面的3次割让，就是通过春壁条约、南京条约还有北京条约得来，就是将香港从大清政府割让给英国政府。而当时呢，因为大清政府跟日不落地
国嘛，当时他们有3次不同时间还有不同地段的歌样，所以到最后呢，他们就统一了有一个整个香港有一个99年的歌样。所以在香港的历史里面呢，我们就有大概99年的时间是一个英国的殖民地。当然当中也有几年是3年08个月，是因为有日quân的侵占，所以成为了日本的一个所属地。不过当时我们也会把那个时期称为英治时期。而在英治时期到了尾段呢，就是大概在80年代开始呢，就出现了我们现在也会经常提到的中英谈判。那当时就是由邓小平主要跟那时的戴卓尔夫人就是谈判究竟香港的未来在99年完成了以后，香港究竟是会变成一个怎么样的模样呢？而当时那个谈判呢，很多人就会把它称为是没有三角凳的谈判。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整个谈判的过程，香港人也是再一次没有参与在里面的，而整个谈判都是由中国跟英方政府他们之间谈判，而香港人的意愿也是没有得到咨询的。然后在1997年就出现了我们经常看到的主权移交的一个画面。可是呢，这3个就是一个我相信大家都会知道还有熟悉的一个国治的事件。可是中间呢，我觉得也有一个很重要，也奠定了未来还有现在的香港的一个重要国治谈判呢。其实经常我们是没有听到或者是忘记呢。那就是在大概我想应该是1972年的时候呢，当时的联合国因为看到很多不同的殖民地，他们开始要想到未来的议题，还有一些不同的殖民地也开始他们自己的独立运动，所以当时联合国呢就有一个决议，就是让一些殖民地的国家跟人民可以有他们自己的独立宣言，就是让他们自己有自己确定自己未来的权利，叫做自确权。而当时香港跟澳门呢，因为一个是英国殖民地，一个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所以曾经呢，我们也是在那个清单上面，也就是说，我们曾经也可以有这一个权利，是可以自己确定自己的未来。可是，在1972年的一次决议上面呢，其实是有大部分大比数的通过了，就是将香港跟澳门从这个清单上面剔除。而剔除了以后呢，就是说明香港人的自决权呢是其实被reject 了，就是被反对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呢，香港人也是从来没有参与在任何的国际谈判，也没有参与在任何我们去决定我们自己未来的过程里面。那就是为什么我会说，在那么多年以来呢，香港一直也是在国际的角力，还有国际的谈判上面呢，一直是被夺取了我们自己应该有的主权。而这个就是我们有的时代背景，也是一个对后来的发展有很重要的决定的一些事件。而到1997年我们主权移交以后呢，其实香港的社会呢，慢慢是有一个转型，就是从一个不太关心政治吧，我想，或者是没有太多政治意识的社会，慢慢的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经常会标志了一些自由运动还有民主运动的社会。而我是希望今天我们可以从口号，还有当时发生的不同行动，去了解香港社会那么多年的一些转变。而我认为一个比较重要，也想要分享的一个事件，就是在1989年6·4发生的时候呢，当然当时的香港社会，因为是在一个想象未来，想象要回归中国，就是主权移交以后要所谓回归中国的一个未来里面呢，是看着6·4事件的发生，所以当时的香港人其实是非常担心的，还有非常有感觉，就是看到
这一些其实跟自己可能享有着一样的文化的一些中国人，他们在学生运动、在政治运动的时候，竟然要面对那么大的镇压，而在那么大的镇压以前，也竟然会有这么大的觉悟，就是继续他们的运动。所以当时呢，我觉得对香港社会的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而当时香港人说的最多的也可能是平反六四，而当时一个比较大的运动或者比较大的行动呢，就是当时很多香港的明星啊，香港的不同演艺界人士比较高调的人，他们也有出席，还有支持一个行动叫做民主歌声献中华。那其实要是你现在上 YouTube，你也会看到当年的一个录像，就是很多不同非常标志着香港这个东方之珠的明星，在当时也有参与，还有当时也有声援六四的运动。而例如，甚至成龙，现在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支持中共政权的一个明星，他在当年也有表示会非常希望中国可以民主化。所以在六四这个事件上面也看到，香港人就是对政治开始有一个角声，可是未必去到一个非常政治化抗争的现象，可是也是想要声援这样子。而到了97年，就是主权移交。可是，在主权移交的期间，其实香港人也是抱有一个观望的状态，所以也没有太多的政治诉求。而即使有一些人是有他们的政治研判，可是那类型的发言也没有激起太多的社会的讨论那样子。可是呢，到下一次呢，就是在2003年，当时政府他们想要颁布一个23条的立法。那个立法其实跟国安法是有像的地方，就是会很容易让政府可以用言论来驱捕不同的人。所以当时呢，香港人呢，他们因为觉得自己是享有一个很高度的自治，还有当时香港人也有一定的言论自由，就是例如当时也有《苹果日报》啊。而当时我们也慢慢看到香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底下跟中国的分别在哪里的时候，所以当香港政府发起23条的时候呢，香港人是非常非常反对的。所以当时就有一个50万人的大游行，而当时的口号也是反对23，还政于民那样子。然后03年的50万人大游行，其实是其中一个我觉得是大家觉得比较成功的一个游行，还有一个行动吧。因为当时在游行以后呢，政府确实是搁置了23条的立法，然后一直是到2012年，当时政府又希望从教育方面入手，可以有一些叫做国民课程，就是让香港的年轻人可以有一个更加爱国的情怀，还有当然就是做一个很大的外宣，还有很大的宣传，就是把一些中共洗脑的讯息，想把它植入香港的年轻人里面。而当时香港人呢，就有占领政种还有绝食的行动，而在我看来也是第一次有一个比较大型的不合作行动。而当时的民情呢，其实比2003年是再上升了一级，因为那一次是有更加多的年轻人其实参与在整个反国教的运动里面。然后一直就到2014年，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占领中环，还有雨伞运动。而当时呢，其实香港人的诉求很简单，就是我要真普选，也是一个一国两制的框架里面，本来承诺了香港人有的一些权利，可是一直也是迟迟没有。还在人大施法的过程中，其实是拒绝了香港人这个权利，所以当时香港就有一个最大型的disobedience movement，就是一个不合作的行动，占领了香港的中环、金钟、旺角一些比较主要还有多人的一些区域。不过呢，雨伞运动到最后呢是没有真的改变香港的一个定案，因为一直最后也是没有争取到普选。
而香港是经历了很长期的一个冷冻期吧，就是大家有没有真的在更加去关注政治，而大家有一些灰心的的情况出现，是一直等到2019年，因为香港政府他想利用一个案件去把送中的法案推出，所以当时呢，香港人呢就突然团结起来，然后有我们现在会看到的200万人大游行啊等等，就开始了有一个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想象，就是希望香港政府可以回应香港人5个不同类型的诉求，而当中也包括其中一个诉求是要真普选的实现。而在2019年的后段吧，去到2020年的年头吧，就有一个我想一个比较 subtle 可是比较长期的转变出现，就是慢慢的当香港人发现我们的五大诉求其实是得不到政府的回应的时候呢，我们就把我们的口号从五大诉求缺一不可，慢慢的变成了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甚至是香港独立唯一出路。而这个转化的过程，其实就看到香港人是一步一步走来的，就是第一步是想要在不同的政策上面做出一个很specific 的改变，可是慢慢呢，你发现不停的碰壁，不停的被拒绝，然后你就会希望有一个非常 fundamental、非常基层的改变，那就是把整个香港的政治系统，甚至是香港的政府也要改变，所以就出现了后面越来越普及的一些口号。那当时呢，香港的movement 呢，就是运动呢，也从一个比较中心化，或者是比较多就是大型示威游行的运动呢，慢慢转变成有其他类型，就是例如不同区的游击，还有国际外交的一些不同的取态，还有不同的动作那样子。那就是要是你现在一次过看到89年到2020年，甚至现在呢，香港人从口号上面还有运动的行动上面看到的转变，你就会看到香港人一直是把行动慢慢的升级，不过那个升级的原因都是基于政府一直是拒绝聆听人民，还有政府一直没有真的去做出他们本来一国两制以下有的一些承诺，所以到现在呢就有一些更加强的服务声，就是希望香港可以得到它的自决权利，还有香港可以得到它的独立权利等等。而在这一个转化方面呢，我觉得一个可以看到的也是看到社会运动有一个本质上面的转化，就是从以往一个比较 centralized、比较中心化的运动模式，其实慢慢变成一个 decentralized、比较去中心化的模式。而我在这上面包括了2个图像，其实也是在说中心化跟去中心化的2个组织模式的分别。就是在中心化呢，你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领导，还有一个组织是负责领导大家做不同的行动啊，还有不同的说法等等。可是，在去中心化的社会运动模式呢，其实你就再没有一个中心去联系的大家，而是大家是透过一些很 loose 的，就是很这里一个那里一个那样子的 network 的网络去维系着整个运动的。而这个当然有好，还有不好的，就是有它的强项，还有弱项嘛。那我也可以说一下，其实我自己的一些故事，因为我觉得我的故事其实也 kind of 有说明，就是香港社会运动那么多年怎样去转化。所以那其实呢，我自己呢是在1997年出生的，就是在香港主权移交那一年出生。而我自己觉得自己长大的过程，也是一直在看到香港的运动，还有香港的人民怎样一步一步走到一个不同的政治参与的方法。
那我自己还会记得，就是我们去刚才那个 slide，我也会记得，例如在2003年的时候，我也有去50万人大游行。可是当时就是很明确的，你会有一个主办方，然后主办方他们是会告诉你要说什么口号啊，或者他们也有非常明确的 agenda 或者 narrative，是大家会去支持他们的。然后到2012年的时候呢，那一个占领政种的计划呢，还有整个反国教的游行示威呢，也是 organized by 也是有一些主办方他们去举办的。而2014就开始慢慢的，除了主办方以外，也有其他人他们会发起一些行动，例如在旺角发生的占领，其实也不是本来原先提出的计划里面的一部分，不过是民众他们自己也想要占领旺角，因为他们有其他不同类型的想法，所以分支出去的一些有2个主办方或者1个主办方，还有一个没有那么多支持者，可是也有一定程度支持者的一个模式。然后一直到2019年呢，就是到2019年的那个运动的时候呢，那就是我自己呢，其实当时是在纽约念书的，而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在海外的一个香港人，我是否有方法可以帮到香港的运动，还有我是否有方法可以参与香港的运动呢？因为始终你觉得你不在同一个地域，甚至我不在同一个时区，那可能我去帮忙还有参与的方法是非常有限的。不过我觉得那一年的分别，就是因为那一年没有真的一个大台，也没有一个主办方，所以就变成了有很多不同的空间。其实大家是可以想象我可以用什么方式去做参与。而我当时想到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在网上的参与。所以我就是当时我也是一个匿名的身份吧，就是我在网上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名字，甚至很多人不知道我的真正我叫做 Anna， 我叫做郭凤仪，他们也不知道我是一个女性那样子。然后我就用一个假的网上的 profile 开始做很多不同类型的国际大型 campaign，就例如当时在6月的时候有一个叫做 G20，就是 G20的国际峰会。而我当时就跟很多不同的网民就众筹筹款，然后把筹得来几百万的款项吧，就把它用作在国际不同的报纸上面登广告，然后广告就说明香港人的5大诉求是什么，还有说明为什么国际不同的元首要听香港人的话，还有要听香港人的诉求，也要认清中国不是一个诚实的 international player， 就是他们可以随时违反一些本身已定的国际条约，例如就是本来中英联合声明还有中英谈判的结果，他们现在也是违反的。而当时我们就是有类似这类型的 campaign， 也是打开了一个去中心化的参与，因为在这种参与模式呢，其实每一个人也可以透过众筹的方法，还有网络平台，把他自己变身为也是一个叫做主办方，或者是举办一些不同活动的人。而这一个模式其实也是令大家在整个运动里面多了很多不同类型的说法，还有想法，这就是跟以往有不同的一个区别吧。而除了这类型大型的国际 campaign 呢，还有民间外交的一些行动以外呢，我们也有，当时我也有在纽约另一个方式参与呢，就是我当时是不停的看一些香港就是示威释放的转播，就是当时有很多不同的记者，他们会到示威现场，然后会把他们的电话或者就是打开 Facebook，然后就是会有一些 broadcast，让你看到示威现场正在发生什么事。而我当时是人在纽约啦，可是我是有用例如 Telegram 那样子去
不停的把这一些实况折图，还有就是用来跟在抗议现场的示威者跟他们说在哪里有警察，他们在哪一个路口在集合，然后他们在哪一个路口是有怎么样的枪，那就是可以让不同的示威者知道哪一些地方是比较安全，还有他们要逃走的时候他们应该怎样逃走等等。所以在这一个2019的社会运动里面呢，其实是真的令到很多以往没有办法参与运动，因为可能他们不是属于任何政治组织的人，在这一次呢，真的有他参与的过程，还有参与的方式。而这个我也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政治教育，就是令不同的香港人知道，其实我们也可以再把我们的自主权去握在手里，还有我们也可以参与在整个政治讨论里面。而在这个过程呢，除了就是刚才说的去中心化呢，我觉得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把香港的运动全球化。就是除了在香港里面的香港人有参与以外呢，在香港外面的人也同样可以参与，而他们参与的层面可以有很多，可以是例如我刚才说的那一类，在背后支援一些香港的抗争者，也可以是一些民间外交，就是例如我刚才做的那些报纸的 campaign，就是可以让国际社会知道香港人的呼声是什么，也知道对香港人的对香港发生的事情吧，有一个认知上的改变。而第三种呢，也是一些政策上面的外交，就是在2019年开始呢，就更加多的团体他们会尝试去不同国家跟不同的政府啊，还有政客啊，说明香港的状况，然后希望他们可以立法或者通过一些法案去支援香港的人。所以这就是香港的社会运动一路走来的一些转型还有转化，也对我们现在看到的局面呢是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影响的。而在2020年呢，那现在运动那一部分就先说到这里，等一下可以大家再问问题。然后在2020年呢，香港政府就颁发了国安法。那国安法其实呢是真的完全改变了香港的政治实况，因为就已经把还有一定程度的抗争，还有一定程度的一些言论自由都完全的压下了。所以在国安法里面后面呢，香港政府呃呃也是打了一个基石，还有一个根基，让自己呢可以在香港社会有更加多不同手段，还有不同类型的打压。而这里我就想说一下，他现在香港政府有的多重打压是包括什么？还有我这里列出来的列表，真的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不过我就尝试跟大家说明一下，不同类型的打压，他们是用怎么方法，还有怎样的颜色去发生的。例如在政治方面呢，刚才说到国安法的颁布呢，其实呢，除了是给他们一个 legal basis，还有一个 legal ground 以外呢，国安法也是转化了整个司法制度，令到本来香港还有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还有相对公平的司法制度，现在也变成了一个被 weaponized，就是被武器化的一个制度。因为现在的国安法其实是凌驾在香港的任何其他法律上面，所以有了国安法之后呢，其实香港政府是可以随意做政治检控。而现在我们例如看到香港的47人案正在发生的时候呢，香港政府也有用很多个国安法的语言还有 language 去做政治打压。而在政治以外的层面呢，还有社会层面。而社会的层面，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难看到，可是你知道它存在的层面。而我相信很多观众也会明白我说什么，就是例如有很多白色恐怖啊，
例如我们也会自我审查，然后很多在香港的人，他们在网上的言论也一直被监控。例如有一些人，他们只是转发了我们这些在外国的人说的一些话的时候，他们也可以被上门拘捕那样子。而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里面呢，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家失去了互信，因为在2019年的运动里面，因为我们没有了大台，就是变成了一个去中心化的运动，所以大家跟大家那个信任是很强的。就是我觉得所有在这个运动里面的人也是我可以信任的一些战友，因为大家也会一起去在某一些工作上面合作那样子。不过现在就是因为有那么多白色恐怖，有那么多自我审查，还有很多在网络上面的监控，所以就变成了其他人，就算他在香港，然后跟我可能在 WhatsApp 或者 Signal 上面说话的时候，他也未必完全相信我，他可能会怕我是不是国安在查他在干什么，或者我是国安装成是我跟他在说话等等。而失去了互信以后呢，就变成沟通变得很困难，还有合作变得很困难，所以就令到现在香港的社会其实本来已经分散在不同国家了，现在还要加上这一类型的信任的问题，是令到我们很难真的一起去做一个新的 project 出来。而第三方面呢，就是经济的方面。经济的方面呢，那个打压是不同的，因为它的打压呢，就是以他自己的经济能力呢，是令一些外国企业在香港的时候也会帮中共做白手套。就例如是汇丰这个银行，他们在香港的时候呢，也会帮香港政府，例如去冻结徐志峰的银行户口啊，还有就会做或者是交一些资料给香港警方等等。而同时呢，香港政府也会尝试是帮助一些外国企业，或者让外国企业觉得香港还是一个适合营商的地方。例如最近也有很多不同的政策，还有不同的活动。上一年11月就有一个活动是香港政府邀请了国际不同的financial leaders，就是在金融行业里面的一些龙头企业去香港有一个国际峰会，就是尝试用这一类型的手法，令大家觉得香港也是一个值得 make 这个 trade off 的地方，就是值得为了在香港营商得到的一些好处而可以做中共的白手套这样子。然后第四方面就是媒体方面了，就包括立场新闻，还有苹果日报的一些手报。而这个呢是大力的打压了香港的言论自由，还有令到香港的资讯的流通道也是低了很多，因为以往其他人可以直接到立场苹果就完全知道香港正在发生什么事，可是现在没有这些媒体以后呢，是资讯变得非常的零散，还有碎片化。这边呢，香港人是很难去 cultivate 一个集体意识，还有一个集体的认知那样子。然后第五方面就是文化上面的打压，那就包括把一些香港的电影跟纪录片限制了，不给他们上映。这就包括例如时代革命，它是一个关于2019年运动的纪录片，还有包括少年，也是一个关于2011年运动的一个致敬片。这些电影呢，现在在香港都是不可以上映的。而它也会大大阻挠了一些香港人身份认同的发展，而还有另一方面也是香港人现在也在很多学校呢，其实是没有那么多广东话、粤语的教育，而变成要国语还有普通话的教育，而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是令香港人这个身份认同呢，其实是
更加难达成。而这也是我觉得中共很常用的手法，因为他在镇压激藏还有镇压维吾尔人的过程里面，也是头几步，应该第一二步吧，就已经是把他们的语言慢慢的扼杀，然后把它就是要其他人一定要用中共的一些语境，还有一些就是中共的普通话，还有它一个非常有党特色的一个语言吧，是说香港这样子。然后我们先谈教育吧，然后另一个就是教育上面的打压。那其实我觉得教育这一环也是比较难现在就看到后果的，可是我们在10年、在15年以后，甚至5年以后吧，我们也会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分别，就是未来的香港学生或者未来的香港年轻人，他们其实是比较难知道香港真的发生过什么事情，也比较困难去找到我们这一代香港人有的一些对民主还有自由的追求。因为现在在教育方面，教育局就不停的改剪香港的教材，然后大幅减少了一些香港历史的教育，甚至是跟他们说香港不曾经是殖民地。可是我们也知道，香港就是100%的曾经真的是英国的殖民地那样子。而除了这一些对下一代教育的改减以外呢，也有另一类的教育，我也觉得是很恐怖的，就是对一些在监狱里面的少年犯有一些再教育的课程。那课程的重心就是希望他们可以更爱国，然后知道自己在2019年的抗议也是一个错误的示威那样子等等。所以香港也是慢慢发生了很多洗脑的教育，那样子。而最后一环呢，我觉得也是比较特别的，就是一种国际上面的打压，也可以叫为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那样子。就例如香港，它虽然现在不是一个国家啦，然后可是呢，香港是有在不同国家有它的经贸办，而经贸办它就是一个在不同国家建立的一个office，然后它的 office 本来呢应该有处理的，其实就是香港的经济还有贸易的关系。可是呢，例如在 DC 的 office 呢，其实我们也知道，他有做一些政治上面的工作，包括在我们这些人示威的时候，他会来拍我们的照片啊，或者就是他也会打听我们组织的一些工作，还有我们同事的一些个人资料等等。而他们也会经常尝试去跟美国的国会去 lobby 这样子。所以香港政府跟中共他们除了重视他们在本地怎样去打击香港人的空间以外呢，他们也非常注重怎样在国外，就是在外国也同时继续散播这个白色恐怖，令香港人即使在海外也不敢去做很多政治活动，也令香港人在外国做政治活动的时候有更加多的阻力这样子。而面对那么多重的打压呢，那究竟我们现在在世界上不同国家的香港人是怎样的反应还有回应这些事情呢？那这些就是一些我们海内还有海外的对策，例如在政治上面，香港人现在就是做很多政策倡议的工作，就是跟不同国家政府还有国会合作，希望有更加多的法案是可以执行香港政府甚至是中共的一些大外宣、一些行动等等。而在社会上面呢，虽然现在香港人很多人也是不敢再发言，不过也有一些人就是海外的人，也是希望继续用社交平台，例如 Facebook、Instagram 等等还没有被禁的平台继续讨论。而例如我们主机在上一年7月的时候，还有今年7月也会举办，就是一个 Hong Kong Summit，那是一个海外的峰会，希望所有在海外的香港人，就是一些比较重要的主织者，可以一起在一个房间里面讨论一下我们未来的走向怎么样。
还有最重要，其实也是建立互信，因为现在我们很多沟通也是在网上进行的，可是你没有那个面对面的情况，还有讨论的时候呢，也是非常难去建立一个互信的关系，去继续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希望提供更加多平台，让大家真的见过对方，然后在信任的基础上面呢，可以有更加多的合作还有行动这样子。而在精致上面呢，我们现在，例如我们之前也有一个新的研究报告，就是记录很多海外的企业他们在香港做中共白手套的一些案例，然后从那个案例呢，就可以用来要求这些公司本来的国家去观察他们，甚至是立法要求他们不要做中共的白手套。而在媒体方面呢，现在也有更加多的海外港人，他们在建立不同的海外媒体，去讲香港里面发生的事情，或者在记起一些香港人的讨论。例如如水杂志就是一个很多讨论的地方，然后例如同文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海外港人媒体，他们就是希望可以即使在外国可以利用外国的言论自由去看香港里面发生什么事情。而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文化上面呢，虽然在香港里面不可以就是有例如时代革命少年这类型的电影，可是海外的港人呢，也会希望可以举办电影的放映会啊，甚至将一些禁书呢变成电子化，让在香港的人也可以看到。而在国际方面呢，海外港人呢，例如我们这里组织也有做一些不同的 campaign，还有行动，就是抗新香港经贸办，还有其他香港政府他们推行的国际项目。那其实也是像在跟香港政府打一个知顺箭嘛。因为他们就是一直尝试在说香港是 back to normal 啊，还有香港现在是 open for business，就是这类型粉饰太平的话，可是我们就是一直要给他们其他外国的人看到，其实香港是一直还在差下去，就是现在大家没有看到大型示威的原因，不是因为问题已经解决了，而是因为现在根本连机会的空间也没有这样子。而另外在教育方面呢，也有一些香港人，他们是希望执法去研发一些教材，可以方便一些家长去教育他们下一代，其实真正在香港发生的事情，还有令他们可以有一个香港人的身份认同那样子。好，我说的快一点，因为现在已经45分，然后那我也想简介一下现在香港人在美国的工作，也包括我自己在 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 的工作，因为我觉得这也反映了其实香港人整个社会是向什么方向在发展的。例如我们 HADC 呢是在2019年创立的一个 non-profit，在美国 DC 做基地的一个 non-profit，而它本来创建的时候呢，其实它的任务很简单，就只是一样，就是政策的倡议工作。而为什么只有一样工作呢？是因为当时香港本地的运动进行的如火如荼，所以当时呢HADC 或者海外的团体呢，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像是资源的就是支持他们本地工作的一些分支啊，所以当时我们只是要支持在香港发生的protest，然后我们在外国倡议政策，那就可以了。可是，在国安法以后呢，很多香港人都已经逃离了香港，然后香港本地也没有再见到大型示威等等，所以就变成海外的香港人其实是要担起一个重担，就是要把香港的运动在海外继续延续。而所以呢，在国安法以后呢，HADC 也是转型了，就是把本来的政策倡议，我就把它 expand 到有3个，你看到这样的三角形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模式，就是除了做政策倡议以外呢，我们这些外国组织也要做社群建立，
例如去帮一些新来的人settle 或者是把一些港人的网络在不同的城市做一个整合，然后希望大家其实最后呢建立了社群以后呢，也可以一起做一些政策倡议的工作。而另一方面就是研究教育的工作，那为什么它那么重要呢？就是因为在国安法以后，还有立场苹果倒闭了以后呢，我刚才就说到，香港资讯是很碎片化的，也是很难找的一些很可信的资讯。而对我们来说已经那么难的时候，其实对国会的人来说是更加难。而因为他们同时可能有几百万样事情要处理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是没有耐心去慢慢的查找不同的资讯，所以就变成他们是非常需要一些可靠还有可信的研究，还有一些 briefing 是让他们知道香港正在发生什么事情。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也 take on 了研究还有教育这类型的工作，就是希望如果我们可以继续有一些研究，有一些 investigation 发生的话呢，我们可以有build up 一个更加强的动力，去让不同的政策去继续，还有去立法这样子。所以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overview，也是除了 HADC 以外，很多不同的组织也现在向这些方面去发展。可是呢，我们还是同时面对着很多的挑战，而这些挑战，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再 specifically 再讨论一下。不过一些挑战，例如就是香港人很难去找到一个集体意识，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一些媒体去帮我们建构一个 imagined community，也没有一些平台让大家有一些很诚实还有开放的讨论。所以在香港人集体在想未来的想象，还有下一步行动的事情上面呢，其实是一个很难去进行讨论。因为即使你在网上发起一个讨论，你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大众的意愿，因为有绝大部分人他们也是不敢在网上发表评论的。所以问题就是你很难去理解，其实其他人在其他国家或者其他 context 底下他们在想什么，而同时也是变得比较难去得到一个群众的支持这样子。而第二方面呢，就是在海外跟香港本地的香港人呢，慢慢的因为地域上面的分别，还有因为周围发生的事情不一样，定位不一样，所以是越来越难去建立一个互信，建立一个连接，还有更加难去沟通。而这个也是我们在上一年慢慢发现的问题啦，就是例如在肺炎的期间，香港人是当然很关心在香港本地的防疫的一些状况，可是，在海外的香港人呢，我们不是不关心，而是因为我们不是住在香港里面，就变了我们得到信息的时候已经是慢了几步，那我们也没有亲眼可以看到一些不同事情、不公义的事情发生，还有因为我们需要对海外的一些不同政客还有政府去说明香港的状况的时候，也会有一个资讯上面可能会有一些 gap， 就是对有一些距离那样子，所以慢慢也是需要找到机制去跨过这一种沟通上面的困难。而第三种呢，我觉得其中一个挑战就是香港人在外地的一些当地的政治参与。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例如我现在是一个在美国的香港人，而在这个过程之间，我们在2024年就会有一个总统的大选，甚至在2020年也已经发生过一次。那当时就是很多香港人其实对这些美国的政治呢，是有一些非常强的感受，还有非常强的意见。而在这个情况下呢，一些本来都在同一个阵型的香港人，可能会因为外国的政治而产生一些内部的 conflict 或者内部的冲突。而这个也是我觉得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就是虽然我们在香港本地政治上面是有一些非常基本的共识，可是可能在外国的政治上面又会有另一个景象，而在外国政治上面的分歧呢，它又会转化成一些香港运动里面的冲突那样子。
而第四个挑战就是比较多是怎样跟外国的一些持份者相处，就是香港议题的关注度现在也是不停的在下降，因为现在国际上面实在发生太多事情，而香港虽然也是发生很多屈服啊，或者一些很不公义的聆讯，可是因为我们没有再看到那种很大型的示威呢，也就少了很多国际媒体报道香港的议题，所以香港的议题的关注度也是慢慢的就是在下降。所以我们的机遇呢，就是我们需要想到一些新的方法，去令香港议题再有一些 relevance，有一些关注度这样子。然后下一个挑战呢，就是国际经济对中共的依赖，因为在国际经济对中共的依赖底下呢，也是会发生的事情是有一些政客他们不太敢在中共的议题，甚至在支持香港的议题上面发生，或者是 take 一个非常支持我们或者 radical 的 position 的定位那样子。所以国际经济对中共的依赖呢，也是一个我觉得大家也会见到很大的一个阻碍。然后下一个挑战呢，就是我在一开始有说过，香港一直是在国际谈判上面成为一个笼中鸟的现象。而在现在中美关系那么紧张的时候，而未来10年至20年，我也预想到会有很多国际的博弈发生的时候，究竟香港人还有香港社会怎样可以拿回我们的自主权，而我们不用再会变成一个笼中鸟的姿态，被其他国家抛来抛去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挑战，是我们要思考的。然后最后一个这个清单上面的挑战就是台海的危机。那这个我觉得大家也会非常明白，就是如果台海真的发生军事冲突的话，那究竟我们应该要怎样回应，还有我们要怎样了解整件事情呢？那这些都是一些香港人面对，还有香港社会面对的挑战。而现在中美关系就是越来越紧张的时候呢，那对我们香港议题还有香港未来的影响还有机会是什么呢？那首先我想说的是，其实在过去2、3年吧，我觉得西方世界的集体抗中共的意识其实已经成瘾了，就是以往可能还有一些国家他们不太敢去说什么，可是现在呢，尤其在白纸革命以后呢，我觉得不同的国家他们是越来越明确，还有越来越愿意去表明他们是不支持中共这个集团的。还有当然另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因为乌克兰的战争，就是因为俄罗斯它invade 了乌克兰以后，我觉得西方国家也看到这些集权国家，他们真的会带来很多很难搞的一些状况这样子。而在美国呢，我觉得每一届的政府还有国会呢，其实他们都会提供一些新的说法，还有一些不同的背景和机遇。例如呢，这一届政府呢，他们最注重一个中美关系的定性呢，就是说为它是一个中国跟美国之间的竞争，就是一个 competition。然后在这个点上面呢，他们对待中国的approach 就是会希望在例如科研、经济等等的方面可以赢过中国。那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 portrayal，就是一个他们的定性。而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呢，就变到我们在倡议香港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多提一下竞争这一个定性。所以出现的议题，就的议案，就例如是说，在香港影响，这里打错，应该是在香港影响的美国企业，它要怎样影响，才会确保美国不会失去它的竞争力呢？还有另一方面，就是例如在美国的一些香港经贸办，它是不是在令到美国的一些 national interest，就是他自己国家的利益受损呢？他会不会从事一些间谍的活动呢？等等，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说到的一些main point，去得到更加多的关注。而我觉得其中一个很大的机会，或者我看到很大的转变，其实真的是白纸革命以后呢，
因为白纸革命呢是真的把中国政府跟中国的人民分开了。因为以往我们在说中国议题的时候，有时候有一些人会说可是我们怎样知道中国政府做的事情不是中国人民支持的事情呢？然后他们也是希望去尊重中国人民的意愿。可是，在白纸革命发生以后，我们就看到，其实中国政府真的是一个暴权、暴政，还有一个集权，因为它是不聆听人民的意愿的，所以就变了。有一些本来比较犹豫的政客，他们也愿意现在支持中国的民主、香港的民主、香港的治罪那样子这一类型的想法。然后可是问题呢，就是在我们提倡香港的一些议案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也会面对的一个问题是，究竟我们怎样去定性中国跟香港议题的分别呢？因为我们也会分开去做倡议的时候，那究竟我们是只要 focus 在香港的议题呢，还是我们也要想一些去反对中共的议题呢？这也是一些我们在想的、思考的分别还有距离。然后这应该是最后一个了，就是香港社会运动跟中国民主发展里面的一个关系。我觉得以往呢，香港确实好像滕彪一开始所说的，香港以往呢可能是作为了一个中国人民去接触跟了解国内民主发展的一个跳板。因为例如在香港，你会有一些书店，例如桂民海当时的书店就是卖一些禁书，让大家了解其实中共的内幕，还有很多中共的西历史那样子。还有例如是以往香港有一些人会派一些传单，我记得我那时候来纽约的时候，有一个中国的同学，他跟我说，他认识6·4的方式呢，其实是因为他当时要去香港考一个试，考 SAT。然后在考试会场外面呢，就是有一些人发传单，传单就是说，当年的8964的发生的过程，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有暴力镇压，然后有很多就是血洗了天安门这样子。而要是没有这一些存单的话，可能他是一直不会知道8964的发生。所以我觉得就是香港就是那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就是让很多中国的朋友他们来了香港以后才发现，原来自己身处的国家是发生这些事情。还有当然就是传媒也有很多关于中国内部的报道，例如当时有一个叫做有线的中国组，他们就是报道很多当年四川地震当时的假蛋假奶粉等等的事情，让更多中国人民知道其实中国在发生什么事。不过另外一个我想说很重要，我觉得就是白纸运动前后呢，其实我觉得中国跟香港的人的互动是有一个分别，因为我还记得在白纸运动之前呢，我自己每一次跟很多中国人去交流的时候，其实我是有时候会害怕因为我记得在念大学的时候呢。有一些同学他知道，例如2019年的时候，我是支持运动的，那他们可能会在 Instagram 上面骂我或者跟我就是有一个非常激烈的辩论那样子。可是到白纸运动的时候呢，我记得我收到一些当时跟我有展开骂战的一些同学，他们跟我道歉，他们就跟我说，我终于明白究竟当时香港的人究竟是在为什么而示威，而他们也明白为什么香港的人突然会被人称为是汉奸还有被外国势力洗脑了，而那些都是错误的资料，因为白纸运动到某一个时间也是开始被党称为他们是外国势力去操控的一个运动。所以就是当有白纸运动还有白纸革命的时候，我就觉得把很多中国跟香港的人民其实距离拉近了。而对香港的人来说，我觉得也是有一个非常鼓舞的一个性质，就是我们终于看到中国里面的人其实他们也知道自己的政权是有什么问题的，而他们那一个想反抗还有想民主化的心也是在这里，那个精神还是在这里。那我觉得其实白纸运动虽然现在已经告一段落了，不过我觉得它对中国
未来的民主发展是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还有深远的影响。而在可能就好像当时香港2014年有雨伞运动，然后很多人在之后觉得他失败了，非常失落。可是要是没有2014年的经验的话呢，香港人是没可能做到2019年那种200万人示威那种全民的一起抗争的景象。而我相信白纸运动也是这样，它只是一个未来会发生的很大的历史事件的一个前序，而它会激起中国民主化一个更加大的影响。所以这一次我也非常感谢，就是2位邀请我在这里做分享，因为我也非常希望可以让大家看到，虽然香港人继续是想要fight for 他们的自主权，可是我们也是会非常支持中国的民主发展，因为我自己觉得那是扣连在一起，就是中国也是要民主化，香港也是要民主化，他们是一个共同的共同的争取，还有他们会一起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这就是在白纸运动的时候，有一些学生在香港的理工大学，他们也拿起白纸，就是希望他们是一些中国的学生，他们希望向香港学生道歉，也希望让香港的人看到他们现在的决心。所以这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未来还有希望的一些景象。那我先说到这里。好，非常感谢郭凤仪的精彩的演讲。那我们接下来还有半小时的时间，那看李安友教授，我们另外一个讲者，艾文也上来了，非常欢迎。那我们先李安友教授，您有什么对哦，于安娜的这些觉得评论或者？非常有意思，非常系统性的。但是如果 Alvin 上了台的话，我们还是要听他，还有这个朋友们的 question and answer，所以我不多讲，我就是要感谢安娜，希望你可能下个学期就是秋天的学期可以来个大用英文。就是说明这一切，因为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谢谢安迪。那Evan，感谢你来参加我们这一次讨论。那我有一个问题也是希望能够和大家讨论，就是关于“一国两制”。那中国在这样一个一党制的政治体制下，到底有没有可能实行真正的一国两制？比如说给香港人真正的普选、真正的自由，然后按照这个中英联合声明，保持它50年的制度不变。那也顺便就请你谈一下对香港以及就是中国香港关系的总体的看法，谢谢。谢谢。关于一国两制的这个问题，因为一国两制是所谓的 devolution，不是一个 federal system，所以一国两制如果要成功，就一定需要北京方面的配合。如果北京方面没有 restraint 的话，一国两制根本没有可能可以成功。而从2003年开始，我们看到北京对香港的政策是一个要控制的，香港局面的一个 strategy，而不是一个 restraint policy。所以我对香港的
香港和一国两制的看法是并不乐观的。Andy，我们知道在中英联合声明之后，它实际上不仅仅是中国和英国之间的一个条约，它也在联合国备案，也是国际法律体系的一部分。所以，那我就想问一下各位三位，就是第一，英国在香港地位发生变化，就中共对香港的这个政策，可以说中共撕毁了中英联合声明。那么英国是不是有特殊的责任？它应该扮演特殊的角色。那么第二呢，就是对于中国撕毁中英联合声明，那在国际上从联合国从国际法的角度，是不是有什么可以做的？另外，美国国会也通过一个叫做什么，叫做我忘记具体的名字，就是叫做一个法案。这个是现在的参议院的院长 Mitch McConnell，因为他的夫人是一个美籍华人 Elaine Zhao，他们在香港有一个 shipping business， 对不对？所以我记得在应该是1982年，美国的国会通过一个法案，说美国对于一国两制的实行有一个国际的利。但是你提出的问题就是说，对，这个北京是违反，也是违反国际法，也是违反他们自己的承诺，也是违反美国的法案。但谁有办法，谁有权利去那个而且 London 也说了几句话，他们发牢骚，但是他们并没有权利真的有效的介入这个问题。那我还有一个问题问一下，安娜，就关于香港的身份认同的问题。刚才你在演讲当中也几次提到，那我们知道香港从1989年之后，每年在维园纪念6·4。那我在香港期间呢，就有一些年轻的学生，他们和传统的泛民主派有不太一样的认同，所以他们不要在维园举行纪念活动，而是到了尖沙咀还是旺角去举办活动。那再后来呢，我们知道有香港独立的声音，我不知道有多大的比例香港人认同这样一个独立。但至少就是香港的这个身份认同，它是非常复杂的。在我看来，既有这个英国殖民地时期的形成的认同，然后呢同时又是华人，然后和中国大陆又有各种各样的联系，有各种各样的冲突，所以也请安娜给我们解释一下。好，我觉得，我其实想先说一说刚才提的那一个问题，就是在中英谈判的时候，其实联合国也有一个指挥，所以究竟他们是有没有就是一个定位去把香港议题就是搞好呢？我觉得其实英国跟联合国他们也是有责任的，因为他们怎样也是当时在谈判里面有。的一方，然后他们也有这个需要去 witness，然后是 authorize 整个谈判。可是呢，我觉得其实现在发生在香港的问题，虽然它是关于香港人的自主权，可是我觉得它也是暴露了究竟现在有的国际系统
就是联合国这一个在二战以后，一战、二战以后的一个国际的coordination 的系统，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它是非常 based on good faith 的，就是它希望大家也会遵守一些不同的国际认同。可是实际上，例如中国，它现在违反了守之以后呢，它的后果是什么呢？其实它是没有后果的，因为根本没有国家它有足够的本钱或者是够胆去 pursue 就是一个 punish 去惩罚中共的一个道路。所以我觉得现在看到的不只是香港问题，而是整个国际系统它在定位上面，它在寻求一个 solution 上面有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弱点。不过回到刚才你说到香港身份认同的问题，确实呢，香港身份认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而我觉得现在它也是一个还在 evolve 的过程。因为香港的身份认同其实是到了它的确立，可能是到了我觉得真的本土派开展了以后，在14年以后呢，它是才得到更加多的注意。而在过程之中呢，当然，文化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很大的共通点，这是一个身份认同上很大的共通点。可是呢，因为香港的文化它是跟中国的文化有相似的地方，虽然还是有不同的地方，因为我们曾经是英治时期的殖民地。可是呢，因为它有一个很共同的地方，所以香港人呢，在想身份认同的时候，其实他们还会想要确立另外一点，就是香港是有别于中国，还有香港文化是有别于中国那样子。而这个究竟它实际上是什么呢？我觉得现在也是香港人在找的东西，就是广东话可以说是其中一个，香港的美食也可以说是其中一个我们想要争取到身份认同的地方。不过，在我们在不停的尝试确立这些事情为香港独有的文化的同时呢，中共方面也是不同的拿点心呢粤语这些事情说成是中共拥有的文化，所以在那一方面上面，我也觉得会有一点文化上面还有资讯上面的斗争在出现。不过说到香港身份认同，我觉得它跟我现在看到其他国家、其他人民的身份认同有一个很不同的一点是，香港身份认同是 largely based on 政治上面的认同，还有政治上面对民主还有自由的追求。还有，因为香港在过去很多年也是一个国际都会，有很多不同人，就是不是汉人的不同人，在香港这个社会，而他们也会把自己承认为一个香港人的时候，其实香港身份认同也不是 based on race 或者你的出生地的，而是 based on lived experience，based on 我们想要争取的一些 value。所以我觉得香港的身份认同也是在 reshape 整个关于 identity 的一个讨论。好，谢谢。那Aaron 教授他的嗓子有问题，而且他很谦虚，他觉得他的普通话不够好，但是我觉得没问题。那他在这个对话框里打出来一些他的评论和回答，可能只有我能看到，就是我可以给大家复述一下。他就提到中英联合声明的问题，而且是在设计上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条款来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去实施，就是他用的英文就是 enforce the PRC's obligations， 就是他的这个法律义务没有一个条款去强迫他实施。另外呢，他说我们应该注意到就是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北京它是完全的把香港人的利益、香港人的代表、香港人的声音给排除掉了。那在
就是当时的香港的governor 应该是总督，就是想要参与这个谈判，作为香港利益的代表，但是北京迅速拒绝了。所以这也是刚才安娜也提到了这一点，无论是当时的谈判，还是后来等等很多这个国际过程都没有体现香港人的声音，这恐怕是后来出现很多问题的一个基础。那在我们这个就是问题栏里边有一些问题，我们可以简单回答一下。Andy，请讲。不，先这个回答那个问题栏的问题，没关系，你可以先讲。我简单的说，这个香港人的认同或者自我意识的这个产生，是不是应该说是北京自己迫使他们产生？因为从这个2003年的23条的那个他们要求这个香港，就是北京要求香港政府按照23条这个香港基本法的23条，北京要求香港政府产生一个忘记怎么做的，就是说一个香港安全法，香港人开始反感之后，北京不断的给香港政府更多的压力，要注意这个安全问题的话，北京每一次给他们施出压力，香港人有反感。这个是第一，就是说我们应该要怪北京自己为什么香港人慢慢的形成一个香港人的自我意识。第二条的问题是说，香港人多大数是有这种，就是说是中有大陆，什么比例是有这个独立香港的这个意识？OK，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请安娜回答，如果可以。好，那我可能说一下独立意识那个形成吧。那在香港，其实独立意识这个想法呢，也是比较近10年吧才开始比较多人推行，还有想象的。那它怎样发生？其实是在2014年雨伞运动中途还有之后吧，就有一个叫做香港民主论述的一本书出来，然后那本书里面呢有想提倡的一个想法，就是香港人可以是被想象为一个民族，而在这个 base 上面呢，就是因为香港人有民族性，所以呢，香港人呢，他也可以会有他自己的一个家国，一个sovereignty 那样子，所以慢慢就产生了更加多关于香港独立的一些讨论。那其实香港独立这个想法呢，在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呢，我觉得是大部分人吧也会不认同的，甚至很多人是反感的。因为他们第一是想象不了一个独立的香港是可以怎样运行，因为香港现在很多在经济上面呢，食物安全、国家安全、国土安全上面等等呢，其实它也是非常依赖中国政府，而这个也是一国两制它里面做成的一个现象，就是香港虽然有自己的所谓一开始有一个很高度自治的一个政治框架。可是它在很多 basic functioning 或者一个国土安全上面，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军队，所以我们是必须要依赖中国政府的。而所以呢，一开始香港独立这个想法出来的时候，很多人是觉得很不支持，看不到它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呢，也有一些人是真的有一个大中国的情怀，就是他不希望看到香港会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而他也觉得他希望看到呢是一个整个中国都会民主化的现象，而带来也是一个民主化的香港这样子。所以一开始独立被带出来讨论的时候呢，是不论政府方面还是本来已经支持香港民主化方面的人呢，也是有很多反对的声音。
我觉得一直到了2016年。然后梁天琦，一个支持香港独立还有提倡香港独立的政治人物，他出来了。然后在那个过程之中呢，他其实是得到非常多的年轻人的一些支持。而他，我觉得找到那个 connection 连接点的方式呢，其实是真的。香港独立这个想法，它除了是一个政治的主张，我觉得它也是带上了很多 burden 了很多香港人对未来的绝望的一个想法。因为你是一定去到一个绝望点，是你看不到中国政府、中共、香港政府可以怎样改变，还有可以怎样让步的情况下，你才会想象一个完全割断的solution，那就是香港独立。所以在2016年的时候，梁天琦将这一个想法 popularize 之后呢，那本土派是越来越多支持者，不过一直也是支持者最大部分的也是年轻人，还有一直也是在主流的政治想法里面呢，没有真的得到很多支持。然后在2019年呢，我记得在那些示威的开始的时候，就是6月、7月、8月的时候呢，有时候有些人在示威现场会尝试喊一个口号，就是香港独立唯一出路。而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很多在示威现场的群众，他们是其实不希望有人喊这个口号，甚至他们会骂那些喊口号的人，就觉得你在分裂我们的运动啊，你在给很多指口中共在说香港运动的不是等等等等。可是呢，在香港政府他多次拒绝，就是消除这个送中的法律以后呢，还有发生了很多进步的事件以后呢，我就看到整个香港社会其实是慢慢多了想象，可能香港独立才是唯一可以改变的出路。所以到了2020年头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有人在喊香港独立唯一出路的时候呢，在一个示威现场会多了很多不同年龄的人，还有不同人去支持这个想法。不过当然我们现在也是不知道实质上整个香港有多少人去支持香港独立，因为在香港现在有国安法以后，太多的自我审查发生的时候，就算你做一个比较 unbiased， 还有一个可以真的 sample 很多人想法的 survey 呢，还是很多人会害怕，因为有监听，还有一些 privacy 的 concern， 所以他们不敢说这个说法。不过我也会看到一些以前在19年以前很坚定的说他们反对独立的人，他们现在也会说他们是支持独立。不过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 subtle 的 nuance， 就是在香港独立是一个政治诉求，还有另外一个政治诉求是香港人应该有他们的自决权 based on 他们曾经是一个 colony， 也是 based on 我一开始所说联合国他们以前有一个宣言，还有一个机制，就是让所有的colonized people 还有 colonized group 可以有他们的 self determination 去选择究竟他们要不要自决这样子，还有独立。而自决权呢，也是有一部分人在争取的事情，就例如是以前的 Demosisto 众志，他们也是希望争取这个自决权 instead of independence 的。而这两个阵营里面呢，19年以前呢，其实是有很多冲突，就是很多辩论，究竟哪一个才是真的好的 solution， 还有可行的 solution。可是我觉得经过了19年以后呢，其实很遗憾是香港人还没有一个机制还有平台去进行这种很大型的政治辩论还有讨论，所以这个是还没有定案的一个想法了。不过我觉得在未来可能2-3年以内，我们会看到更加多的 consensus， 就是究竟香港人怎样去想象他自己的未来。而我觉得那个想象可能是糅合了自决派跟独立派两方面的想象变出来的一个成果，就是现在越来越多人也会支持这两个派别的一些想法，这样子。谢谢。那艾文教授他发的一些信息，他提醒我们，就是在香港2015年
这个他说这是当时的特首梁振英，他利用了香港独立这样一个说法来转移对他当时施政失败的一个注意力，也就是说从香港大学学生会的一个刊物里边弄出了这样一个概念。那就是有点类似西班牙政府他对加泰罗尼亚独立等等这种，就是利用这样一个标签来转移对这个政府腐败的注意力。对，然后Alvin 还提到说这也是就是这些温和派传统的民主派不断的想要和北京对话，然后有幻想，但是呢最后不断的被北京打脸，那越来越使运动激进化，使民众的心理发生变化。导致的一种诉求，所以我也在一些场合里边提到过，我在香港的时候，几乎就是也没有听到香港独立的声音。当然就是这种想法可能更早一些，但是香港独立作为一个声音，在街上喊口号喊出来，这是13、14年的时候。无法想象的。那也就是说，在很大的程度上，这是共产党创造出来的。没有共产党的倒行逆施，一再的违背这种一国两制，一再的去剥夺香港人的自由和尊严。那我想香港独立的声音不会像现在这么大，这么有影响。那我们大概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们希望能够把大家的问题都简短的回答一下，所以就没有办法详细回答。那也想请Alvin、Anna， 包括Andy。这有一个问题来自 Stephen， 这也是Andy 的朋友，他就是说这也是很多人不太明白的，就是香港的警察一直是素质很高的，很受市民尊敬的，但是为什么在2019年镇压示威的过程当中表现的那样积极，那样野蛮？安娜。好，我也等 Alvin 等一下在 chat room 里面的回应。我觉得他刚才说的也是一个关于香港独立的讨论。确实，当时香港独立是没有那么多人听到这个想法，是真的梁振英他确定了要把香港独立变成他其中一个政治的 accomplishment 以后呢，才变了更加多人听过这个想法，然后慢慢的在他们的脑海里面根植了这个想法。不过这个问题关于香港警察的转变呢，当然我们在2019年是看到很多警部的片段，但是其实呢，在2014年雨伞运动的时候呢，已经发生了很多警部的事件，就是例如他们会把一些示威者拉到一个街角里面，然后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片段，就是有7个警察围着一个抗争者，然后不停的打他，然后呢是一种非必要的暴力，因为当时那个抗争者也没有任何反抗的动作，还有他也没有能力反抗这样子。而在2014年的时候呢，当时的香港警察其实还是有一点的 range 的，就是你会看到有些警察我们会叫他为白警。那个意思就是说，虽然他们是警察，可是他们不支持对示威者用的暴力，还有甚至他们可能是支持香港人的一些诉求的。而这些警察在2014年的时候呢，可能他们尝试过在他们的岗位放一些抗争者走，或者不打抗争者到一个就是头破血流的局面。不过在2014年的时候呢，很多这些所谓的白警，其实他们已经会退出了警队，因为当时警队里面呢也是慢慢的越来越要求这些警察一定要100%的跟上头的指示去打压这个抗争这样子。所以就变成2014年呢，你就会有那一种比较支持还有理解民主自由的警察，他们已经完全的离开警队，而警队剩下的人呢，要是他们是本来已经觉得应该要镇压示威者的，
要不然呢，他们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取态，不过他们可以忍受那一种镇压示威者的方式。而在2014年以后呢，战争完结以后呢，其实呢，香港警察他们就加紧了很多一系列的training 的训练。那些训练呢，可能有一部分已经是包括了怎样去镇压一个示威，而那些训练里面呢，也会有一些政治色彩，就是他们也会提着香港现在会有更加多那个反中乱港的分子那样子，就是把一些discourse 植入了这些香港警察的脑袋里面，让他们认为要打压香港的这些政治多元性也是他们的工作其中一部分。所以就到了2019年示威的过程中呢，那些警察他们已经是经过5年的训练，还有5年的洗脑，让他们觉得他们的工作就是要为了镇压这一刻的示威，还有他们的工作就是到了那个时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当中就会发生，你看到很多警察他们像是疯了一样，就是不停的打，然后也是有一些很多余的暴力，他们也是你看到他们有些人甚至好像是打得很开心那样子，而那些人我们也会之后有一个心理的analysis，就是说他们可能是一种权威性的人格，就是他们非常享受拥有那一种权利，可以打压不同的示威者。还有另一方面，我觉得也是香港警察，其实在2019年的示威过程呢，他们也会有很多unproportionate 的compensation，就是他们是每一次 OT 或者每一次出去打示威者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有很多额外的薪水还有人工那样子，所以就变成了香港警察他们是有一种 privilege 的心态，就是觉得他们是有别于一般的香港市民，而香港政府也是一直的 highlight 他们很重视香港警察的一些付出啊等等，就变成了香港警察真的切切实实的是香港政府的一部分，还有香港政府的手那样子去镇压香港示威者。对，好，非常感谢安娜，感谢艾文的讨论，也感谢安迪。那我们的时间已经过了，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关注香港，尤其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们。那香港在过去几十年对中国的民主运动、公民社会有着极大的支持。那现在我们更有特殊的责任去支持香港的抗争。那我在2014年6·4纪念25周年的时候，我在维园有一个演讲，我就提到，如果没有中国的民主化，那香港的自由也会一点一点的被夺走。所以，无论是香港的朋友们应该去，和我们一道去推动大陆的民主化。那大陆的朋友们更有责任去支持香港的抗争。那还有很多同学在上面提出来很好的问题，还有一些很好的评论，我们有可能会把这些通过电子邮件群发给大家。好，感谢两位，我们下星期见，拜拜。再见。